洪都拉斯，著名的度假胜地，但它却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国内谋杀率曾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国家的法律非常宽松，竟然允许公民个人最多拥有5把枪支。洪都拉斯在过去的几年里，总共就只有几百万人口，还不到我国1线城市人口数量的一半。但这里平均每天都会有10多人被谋杀。这些谋杀案的凶手都来自一个著名的黑帮，这个帮派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6000人。36000人是什么概念？洪都拉斯的军队人数一般在1万到1.5万之间，黑帮的人数超过国家军队人数的2倍，这是一股足以和国家抗衡的力量。这个帮派便是 FBI 口中的世界上最危险的黑帮 MS-13。英语科普：洪都拉斯黑帮。帮派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是也门的萨尔瓦多人，数字13则代表了帮派最早的根据地——美国洛杉矶第13街区。MS-13的入会仪式非常特别，新入会的成员需要对随机挑选的路人进行殴打，而如果在这项测试中杀了这个路人，那么之后在帮内的地位会高很多，被称之为状元，就类似于考试中发挥的最出色的那类人。但这仅仅是初试，新成员还得接受另一项入会仪式，那就是被帮派成员疯狂殴打，并且不能吭声，直到计时的人数到13才能停。而女性新成员还需要和10几个帮派成员轮流发生性关系，才可以得到加入帮派的资格。这些帮派成员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和脸上异常醒目的纹身，这些纹身象征着他们的技能，比如擅长制造爆炸的成员会纹手榴弹，擅长斗殴的会纹弯刀和人骨。特朗普称他们是动物和暴徒，因为这些帮派成员已经遍布美国的40个州，在美国有超过1万名的帮派成员。虽然帮派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3岁，但他们却在当地从事谋杀、贩毒、抢劫以及人口贩卖等等一切你能想到的犯罪活动。特朗普认为这个团伙是美国公共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这也是之前特朗普政府宣称需要扫荡 MS-13的原因。其实早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当局就已经对这个帮派进行打击，但帮派崇尚极端暴力，他们对待告密者绝不仅仅是报复枪杀这么简单，他们会用最残忍血腥的手法，将任何告密者连同他的家人一起折磨致死，甚至连婴儿和老人也要对其分尸肢解来进行报复，这导致很多受害者都不敢和警方合作。2001年9月，帮派内的一个女性成员想要离开帮派，她向警察透露了关于帮派的信息。作为回报，联邦官员同意将她转移到另一座城市，并置于联邦证人保护之下。但是戒备森严的保护让她倍感孤独寂寞，她又与帮派取得了联系。帮派成员让她回去，并承诺既往不咎。但是2003年7月的一天，一名渔夫在河里捕鱼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被残忍杀害，一条绳子从后面死死地勒住她的脖子。他的胸部和手臂被砍了16刀，喉管已被割成3段。遇害时，他才17岁，并已有5个月的身孕。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往往是在冲动下加入的 MS-13。当冷静之后，他们难免会产生退帮的想法。但可惜，这是条单行道，加入 MS-13的人终身不能退帮。如果强行逃离 MS-13，他们的结局就只有死。2004年，一名16岁的帮派成员不愿继续待在 MS-13，一路从危地马拉逃到了美国，但他没有合法证件。当年3月10日便被遣返。回到危地马拉后，他一直没有出门，直到3月20日，奶奶出了意外，他才踏出家门。结果当晚便被杀害，尸体被砍成了6块。正如我在往期视频中提到的塞塔贩毒集团一样， MS-13的帮派文化极度血腥暴力。科罗拉多大学的社会学家焦罗兹说， MS-13可以说是完美的恶魔，他们是道德上的恐慌。与移民的联系、与拉丁美洲人的联系，以及令人发指的暴力，使得他们可以扮演这个邪恶的恶魔。但 MS-13这个恶魔一样的帮派，在创立之初，竟然也只是一群为了逃难和自保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萨尔瓦多爆发内战，大批的萨尔瓦多难民连同其他中美国家难民一起逃到美国避难。在之后短短的10年间，美国境内来自萨尔瓦多的难民从最初的94000人增就到了465000人。这些难民逃到美国之后，生活也并没有好到哪去。那个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年轻人在学校、工厂遭到歧视和霸凌，贫穷和压迫无处不在。为了生存，一些萨尔瓦多的年轻人团结到了一起，这其中包括了一部分萨尔瓦多内战时期的游击队员，他们建立了 MS-13组织，以此保护同胞免受欺负。慢慢的，其他中美国家难民也加入了他们，但随着成员越来越多，这个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开始在一个又一个街区挑起混战。在80年代中后期，洛杉矶街头几乎每天都会爆发 MS-13和当地其他帮派的地盘之争。这样的帮派混战不仅仅是在洛杉矶，还蔓延到了其他州。各个州相继出现了 MS-13分部，他们为了对抗美国本土黑帮，还与往期视频中提到的墨西哥塞塔贩毒集团结盟。高度频发的街头犯罪事件让美国当局如坐针毡。
终于到了1992年，萨尔瓦多长达12年的内战结束了。美国方面借此机会开始大批驱逐这些外来移民。他们出台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允许将被判1年及以上的移民罪犯驱逐出境。一时间，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了美国，其中自然包括大批的 MS-13 成员。这些 MS-13 成员和其他被驱逐的移民，在萨尔瓦多重新建立了 MS-13 的大本营，并且继续与美国残余组织和洪都拉斯分部组织保持联系。他们在各州设立了更多的分部，这些分部领导各州所在的社区开展犯罪活动。于是便建立了人口贩卖、武器走私、贩毒和谋杀为主要业务的跨国黑帮利益链。于是便出现了之前提到的各类残忍之极的凶杀案。时至最近几年，移民局和海关抓到疑似 MS-13 的成员，就会尽可能的将他们驱逐出境。这种处理方式看似减轻了美国执法机关的压力，但其结果却是黑帮分子的举起屠刀之时，只会更加有恃无恐。2017年，10名 MS-13 帮派成员在马里兰州引诱一名男子进入公园，然后捅了他100多刀，还砍下他的头颅，割掉他的心脏。同年，一名18岁的弗吉尼亚女人供认参与杀害了一名15岁的女孩，其目的是为了报复她的男友。这名18岁的女人捅了小女孩13刀，并将凶杀案的录像给 MS-13 的上级看。这只是众多 MS-13 帮派杀人事件中的2起。其实不只是 MS-13，很多帮派最初的成员一开始都只是为了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自己而已。但帮派人数的量变往往会引起巨变，这种拉帮结派的结局往往是走向邪恶与堕落。我想你我都不愿意看到任何形式的拉帮结派发生在自己身边。